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酷玩具，带你走进新奇有趣的玩具世界。今天的视频呀，咱们要给大家独家爆料这台小米卡丁车。目前呢，这款产品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，我们呢提前搞了一台，给大家讲一讲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。这台车呢是小米旗下的生态链公司纳恩博 Ninebot 设计的。纳恩博呢是一家老牌的平衡车制造商了，小米网上的9号平衡车跟9号平衡车 Plus 都是他们设计和制造的。今天的这台卡丁车呢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其实是第一代9号平衡车的一个拓展配件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台车其实是没有后轮的，我们需要额外的准备一台9号平衡车，把它跟这个车架组装起来，才能开始驾驶。那么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方位的测评，我们也是下了重金，刚刚从小米之家喜提了一台平衡车，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是如何组装跟驾驶的。正式开始组装之前呢，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的结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台卡丁车的颜色是以黑色和白色为主，也符合之前产品一贯的设计风格。车架呢是钢管的结构，非常的厚实。车壳呢则是由塑料材质构成的，整体的外形呢还是很有运动感的，让小编不禁回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玩的卡丁车的网游。你们猜到是哪款了吗？方向盘呢连接了底部的连杆，用以控制方向。底下呢有一个活动的扣，可以根据您的手的位置去调整方向盘的高低。正面呢有一个电池仓，里面有6节5号电池供电。前面板上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踏板，据说呢一个是油门，一个是刹车。除了踏板的刹车呢，在车身的右边还有一个手刹，听相关人士介绍说啊，是可以配合来做漂移的。听得小编真的是心潮澎湃，骑了这么多年的雅迪，难道今天小编能开着它上秋名山了吗？接下来是车架这个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标尺的指示，这个是用来调节整车的长度的，所以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比较高的成年人都可以驾驶这个车。而且据说呢，它的最大的负重可以达到200斤，一般的成年人驾驶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车座的部分呢是一个一体成型的塑料座椅，上面贴了2块这个海绵，这个设计应该说比较节约了，长时间的驾驶肯定是腰酸背痛是跑不了了。车子的尾部呢，我们就在后面来详细介绍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平衡车跟车架组合起来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平衡杆给去掉，因为我们买的是一个新的，所以就没有安装。接下来呢，要把这个车子给调转180度，把它给转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卡丁车附带了一个延长线，我们要把这个延长线插到平衡车的充电接口上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电板扣在平衡车上放牢，然后把卡丁车抬起，把平衡车放到底下去扣住。底下呢有2条固定带，可以固定住平衡车。最后一步呢，就是把平衡车的延长线跟卡丁车的电源线接到一起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就把卡丁车组装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把车给开起来了。正式开始驾驶之前呢，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带好防护护具，以及要系好安全带。好的，
经过初步的试驾之后呢，我们觉得这个卡丁车的驾驶感还是非常强的，得益于这个很低的底盘，驾驶的时候呢，速度感还是非常的强，车子的动力也不错，起步的时候呢，也能感受到这种推背的感觉。如果要说到这个卡丁车的不足呢，我们觉得是在转向的时候可能会偏硬一些，如果抓不稳的话，有一种随时可能被这个车子给甩出去的感觉。今天的视频测评呢就到这里。这个卡丁车的续航还有最大时速这些参数，我们会在经过一个更深入的测评之后，在下一期的视频里面呈现给大家。关于这台卡丁车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疑问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视频里呢统一解答给大家。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